8月28号晚上，白赖宵夜的声优 Yamaki 安娜，她的私人推特账户被人发现后，迅速的在 SNS 引起讨论。这个平时只有自己能看到内容的账户，先别说瀑布的原因有点滑稽，是为了参加全家超商的抽奖，解除非公开的时期被人发现。整体挖掘出的情报，并没有对安娜造成一面倒的负面声量。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安娜的推文中找不到对粉丝或担当作品的抱怨，以及和男性来往的内容。前者当然是基于粉丝的立场，绝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支持被当事人糟蹋；后者则很现实的是业界不会讲明的潜规则。不论事务所有无禁爱令，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隐私问题以及统称独角兽的劣质客群，事务所通常会极力避免这方面的情报泄露。此外，安娜的私人推特账户因为推文出现了很多跟宅兴趣有关的话题，还有对日常生活的抱怨，让多数的网友看过后表示同感之余，纷纷对安娜产生亲切感。对详细的项目有兴趣的观众，不妨可以去影片资讯栏的网址自行查阅，这里就不多加叙述了。话说，连安娜这样性格直来直往的女性都讨厌的 SF 是特别指 feminism 的话，可见日本的女权主义激进派，他们主张意见的手法到底有多失败了。当然了，这样以不被他人发现的前提去抒发个人情绪的空间，如果都没有发现负面和否定的意见，那才是不真实的，令人起疑。安娜部分的推文虽然以私人的角度而言是情有可原的发泄，然而事到如今公诸于世的话，说不用在乎，无非是此地无银300两。这点等后面谈到花翎在这次事件的立场时会再提到。首先是工作上的事，除了有泄露情报的疑虑之外，从安娜对经纪人工作手腕的抱怨，起初被猜测会不会被事务所方面发难，但这也在安娜所属的事务所发表公开道歉启事之后解了套。相信在舆论没有危害到演艺生涯的条件下，事务所还是愿意以从中协调的方式去解决。真要说事隔将近1周仍然可能有悬念的，是安娜在2019年对花翎的嫌弃，说是这次事件最受瞩目的焦点也不为过。从用字遣词感受得出直接的厌恶，加上对于跟花翎发表在社群上的营业用相亲相爱感到不屑，都将两人感情不睦的说法升温到当事人即使表态也很难完全平息的状况，甚至造成双方一部分的粉丝开始比战。安娜也陆续与事务所指示了公开道歉，以个人名义追加补述现阶段她和花翎的关系性。安娜并不否认2019年推文的内容，但是也如许多网络上的猜测所言，共事超过4年的相处下来，彼此的关系已经远不像起初单方面的抱持厌恶。这一点在昨天以付费订阅的方式发送的信件求库妹，安娜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包括出发去公园与跟安迪卡的成员去聚会的前一天，那时候会写出那样的推文，是因为清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年纪上的差异，不安于能否相处融洽的担心，并不是真的讨厌上台演出这件事。进一步表示，跟其他成员实际上相处之后，这样的烦恼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对于舞台表演的看法，姑且放在自由行政这一块，况且偶尔对工作感到疲惫抗拒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至于和闪耀色彩其他演出者的相处渐入佳境一事，综合球库妹以及私人账号的照片和发文来看，安娜确实是很喜欢陈海、刘奈跟杰明美月，跟尖沼、千沙更是因为住的地方很近，球库妹的照片常常会看到他们私底下一起吃饭的模样，这些迹象都呼应了安娜的说辞。至于花翎的部分，我想事后比起安娜的表态，来自花翎这边的论点会更有客观的说服力，去显示他们目前为止的关系性。8月30日，花翎利用了个人节目免费的前半部时间，娓娓道来安娜的私人账户被发现之后，两人很快就通了电话。在明白安娜当时写出那些推特的想法之后，察觉到过去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出了让对方讨厌的事。但是既然事隔4年，
双方之间的情谊能够变好到如今的程度，以前发生的事不再多提和说清楚，他相信彼此都会明白的。如果真有需要，再坐下来谈谈就好了。花玲也向这段时间感到不安的粉丝们道歉，曾经答应要让支持自己的人们能够替他感到自豪。如今发生这样的事，除了感到抱歉之外，也承诺不会放弃用演出方面的成果，让大家专注在他的表演上，而喜欢一部花玲这个人。最后在正式进入当天节目之前，以演唱新时代和日文的想要相信新时代同音的歌曲后结束谈论这件事。其实纵使撇开这次安娜的事件，一直以来都有少部分的 anti 针对花玲在节目上的表现提出这个人个性差或做作的假设。然而我根据接触过的节目，共演者和花玲之间的对应，花玲除了如他自己所说不擅长短时间有条理的组织大量的语言表达之外，大多数的场合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顶多就是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出的反应会让旁人觉得有点唐突，这点在面对熟人时更是明显。另外，对于花玲要以舞台表演说服别人喜欢她的坚持，可说是这次表态中最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时常在称赞恋中是个有底气的她，到头来借由这次的事件，证明自己对于表演者身份有所抱负和坚持的专业意识。以上的文稿内容我刻意避开整形一词，不想去提 SNS 上一直以来对花玲整形一事的猜测，是因为我认为之所以有人在意这件事的真伪，终究是建立在对于表演工作者身份上的失焦。倘若对一个表演专门科目毕业，并以歌手、舞台剧演员和声优自居，也确实拿出表演实力和成绩的人，还要坚持挖掘对方是否改变过自己的外貌，那有问题的到底是当事人，还是这些偏执的群众呢？而失焦一词，正好是我在这次风波最想谈的个人观点。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挖掘是否具备正当性，一直以来支持方的论点，基本上都离不开用追求真相、杜绝欺骗为核心。但是光凭这样就足以让挖掘隐私的举动成为非战之罪吗？拿记者这样以传播讯息为本业的工作来说，假设报道的爆料内容是为了揭发不被大众所知，却明确危害到大众权益的内幕，相信这样的挖掘隐私就不存在所谓广义上的争议。回推到这次安娜的事件，在人人都能利用 SNS 机制快速搜证的年代，当初第一个发现安娜个人账户的人，是基于发现安娜的私账推文有对不起花玲、事务所和粉丝的内容吗？难道没有除了公开爆料以外更好的方法，去通知安娜把私人账户关回去吗？或者这又只是一次垂涎短暂的高流量，想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去引发网络舆论的事后不理呢？思考看看这个问题，相信在得到答案之后，会跟着更认识自己的内心。影片的最后，我想再稍微谈谈最主要的两位当事人，安娜以及花玲。好说歹说，自己也算是个至少一直想把安迪卡全卡片都入手的团推，也一直很推崇观众可以从角色回流去接触并支持声优。我所认识的安迪卡声优群，尽管不像你侬我侬，却会保证如今他们台面上下都可以友善相处。也许正如当事人所言，一起演出 live 之后感情真的会变好，以及4年后的他们早已不是当初的关系性。况且个人也不是演出者们一定要和角色一样十分要好的派别，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与其去裁定哪一边的对错，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审视这段关系是否有修复或更要好的必要。私人账户的推文被发现一事，我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重新审视来往上的种种。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起知道真相，我更愿意把这份隐私留给他们去决定，因为相较知道已经进入私领域的个人情报，这点举手之劳就能让对方拥有的自由，才是我更在乎的部分。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严格说起来，安娜的事件，与其说是言上，更像是引起热议、有惊无险的一次插曲。
如果你有兴趣聊聊看法，欢迎用理性还有内容的回复。那就下支影片见喽。